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Tweet 上出现的来自台湾的未来时空旅人。最近这一个月呢，台湾的社交平台Tweet 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网络未来访客，他声称的自己是来自于遥远的2245年。那这位未来人呢，以其对未来世界的独特见解和对时空旅行的解释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好奇与追问。那么以下呢，就是他与网友精彩互动的内容。关于他为何独自穿越时空呢？他坦言说时空穿越呢，在未来是受到了严苛法律约束的，是政府机构呢执行特定任务的主要手段。正常的穿越呢，是需要经过复杂的申请流程，并在严格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他呢，此次回到过去是为了处理一些不便公开的个人事务，他并未遵循正规的程序，为此呢，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关于为何呢，他对许多的问题保持沉默呢？这位未来人呢也承认说自己曾经因一时好奇呢，在社交平台上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对此呢深感后悔。他解释就说呢，任何对未来的问题呢，无论轻微与否，都可能像蝴蝶效应一般，在未来的时间线中呢，引发难以预测的巨大变化。尤其当涉及到人为可控的因素的时候，更需要谨慎。所以最初的回答呢，他就说他自己仅仅是出于一些对网友真诚好奇的回应而已。那关于如何证明自己是未来人呢？他直接坦言说，现在的人们无法确凿地证明他来自未来，正如他无法确定当下这个时空呢对他而言是否完全真实一样。他就说呢，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相对性就使得真实性的界限变得极其的复杂。在他的时间线中呢，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体验呢，则是我们的现实。所以他说，时空穿越本身呢是涉及多维度的交互，这使得确定彼此的真实性呢几乎成为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哲学问题。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存在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的假设，对他而言呢却是真实经历的一个历程而已。那关于为何他使用现代人相同的语言来回答问题呢？他解释说，如果使用2245年的沟通方式呢，那现代人将无法理解。因此呢，他选择模拟当下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沟通模式，以确保呢交流的顺畅和高效。尽管呢他已经尽力模仿，但偶尔呢仍然可能会出现用词不当或者是冒犯的情况。他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那关于为何他只使用这个 Tweet 而没有使用其他平台呢？他坦言是由于未来的社交平台的注册呢，通常需要多重身份验证和现实世界的个人身份核实，他无法自行注册账号。那为了能够与现代的人交流并回答问题呢，于是他借用了他人的这个账号，并获得了持有者的同意，所以他才能以这种方式在其特殊的处境下呢，与现代人互动交流。他说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那关于意识与肉体、时间本质如何穿越媒介等深层的问题呢？这位未来人就说在未来和过去呢，它都只是一个意识的存在，或者说未来的生命能够选择自己的生命形态，而意识呢是成本最低的一个生存模式。所以他说，时间的本质并非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线性的流动，而是一种多层次的螺旋结构，类似于 DNA 的双螺旋，既有循环，每一圈呢又存在微小的变化。这就解释了为何历史事件总有相似之处，总会重来，却又完全不是那么相同。他说从未来到现在的媒介呢，就是量子纠缠态的一个信息传输了，结合了意识与高维粒子。他说在2200年的科学突破就证明人的意识并非仅局限于大脑，而是与更高维度的一个场是相连接的，就类似于一个超空间网络。那通过这项技术呢，他得以将意识投射到现在的时代。那关于如何辨别真假未来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是观察未来人的穿越方式。他就说呢，至少在2200年以前呢，不会出现比意识上传到跨时空量子网络更先进的技术。那具体的穿越方式呢，是将人的意识，也就是一种能量，通过脑机接口呢转化为纯信号，上传到连接各个历史时期的网络副本，也就是量子网络当中。那意识登录之后呢，就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在线历史系统游戏，但不同的是，这并非模拟，而是真实还原历史的网络数据，且与主时间线呢是相连的。因此呢，在过去的网络中所做的任何动作，包括篡改信息干扰讯息干扰通讯呢、操控系统等等，都会实际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进而改变历史。至于如何确定被影响的历史以及未来呢，是否因为穿越而改变，他表示这仍在研究和证实当中。目前只能确定呢，做出动作的时呢，自身的时空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无法完全的证实直接的因果关联。他说，但这也可能是影响到了另一个时空所造成的连锁反应。
关于他的个人的特质和观点呢，这个未来人他就说他强调自己并非是神明，而是一个非常年轻仍然保有人性和好奇心的人。而且他觉得 Tweet 这个平台很有趣，因为在未来他说文字的价值呢更多是在于艺术性，而这个平台能够使用文字表达各种想法，这让他感到很新鲜，尤其是对于繁体中文字他是情有独钟的。而且他对现代人所热衷的这个政治毫无兴趣，他就认为呢，由于少数人来决定民众生死的制度呢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而且他告诫呢我们现代的人类不要模仿，不要冒充未来人，他认为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他就说如果你一出生就是盲人，你不会知道什么是黑色。他就用这个来比喻呢有些未来概念呢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他还提到呢有人正在打破规矩，言语呢无法描述，我们很快呢就能够找到答案了。他就暗示未来可能会发生某种重大的难以想象的变革。那对于2025年呢，这个未来人就表示这是奇迹的一年。他说现在的这些金融风暴只是普通的一些事情，而川普在后面疯狂的事情还多着呢。他还暗示呢2025年将会发生比金融风暴更重要的奇迹。他声明自己并非是在预言未来，而只是在告知呢他所经历的过去。而且他会自行评估网络上的问题是否适合回答，并且呢更倾向于回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他希望大家呢不要把他当作是神明来提问，他认为现代的人才是他的大前辈。而且他还恳请大家呢不要询问与死亡相关的事情，以免给当事人带来不适，并且呢改变任何人的生死结果呢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从现在到未来他的那个时间段呢，他认为未来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开始不再努力了。他说未来的社会呢将分成各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类似于不同的主题乐园，而每一个主题乐园呢所提供独特的服务来吸引居民，人们就可以想象购买主题乐园的门票一样呢选择居住地了。如果不喜欢或不适应，可以自由地更换到另一个主题乐园。他就说这将改变现在的出生地决定命运的结果，以及呢移民只是少数富人权利的现状。那有网友就问未来人说薛之谦会在几年来台湾开演唱会？他回答说2027年，并且呢是没有黄牛票可卖。那有人问未来需要吃饭吗？他说不需要，但是呢有餐馆这类的娱乐产业存在。那有人问2245年的时候人类有到达永生吗？大约在哪一年呢？未来人说在2126年的时候人类首次将人类的意识呢与身体完全分离，达成了概念上的永生的一个技术了。而且未来人说未来如果你想要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呢，就像哆啦 A 梦的那个记忆吐司那样，那你得首先在大脑植入一个晶片。而且这个未来人还说呢未来的黄金呢涨幅比现在要多得多。有人问那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吗？未来人说实质上是有的，但是国际上不承认那次战争，他们管那个叫冲突。但又有网友问了，人类到2245年是否有探知黑洞内部的模型呢？他说是的，人类能够观察到黑洞世界周围的高能物质运动，以及呢时间延伸的效应。那这种时间的膨胀的概念呢，使得黑洞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门的概念，可以用来穿越时空和宇宙。那有人问人类是否已经充分的了解了量子力学以及3维空间呢？他说是的，到他那个年代呢，人类能够精准的操控量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而3维空间的边界呢也早已被突破，正在探索4维和5维的超空间。有人问当时最强的电脑运算速度为多少？他说是1000万量子位元，是量子电脑最基本的一个运算单元。有人问他说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难道是为了体验吗？未来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在乎死亡和繁衍了，大多数的人选择活着都是为了体验，包括呢他说我通过网络来到你们这里也是这样的。那又有无聊的网友问说 iPhone 18的发表日期是几月几号呢？那如果太难的话就回答 iPhone 17。结果这个未来人就说呢 iPhone 17是25年的9月14日，那18呢是26年的9月12日发表，大家可以到时候对一下这个日期对不对？有人问未来人说人类之后的粮食主要来源是在哪里？有什么是现在可以吃的但是之后完全不能吃到的？他说未来的粮食主要来源是合成蛋白质了。他说只有现在不能吃的但是之后可以吃的东西。有人问他7月日本会有大地震吗？他说会的。那有人问说麦田怪圈是外星人的杰作还是未来人的创作呢？他说有的是外星人做的，有的是人类假扮外星人做的。也有人问他说那什么时候人形的机器人才可以到家服务呢？他说很快就会有相关的产品出现了，而且他还说未来的 AI 将知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包括你脑中的想法。有人问未来有多少的学术论文是用 AI 写的呢？
未来人回答说未来的人类呢是不用语言来记录事件了，一切都是思想，若想要具象化呢，都由 AI 来转换了。有人问他说2025年 NBA 总冠军是哪一队呢？他回答2025年的总冠军是湖人队对骑士队，然后是4-2。有人问他说 GTA 6什么时候出？他说2025年会出。有人问他说 Twins 演唱会我想知道是办在台北还是高雄？他回答说是高雄，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有人问他台湾能不能在26年棒球拿到世界冠军呢？他说可以。有人还问他台湾的劳保真的会破产，让大家领不到退休金吗？他说不会的，但那会少到有拿跟没拿也差不多。有人问未来还有哪些现在人类无法想象的科技发明呢？他提出了几个发明他说比如说压缩水塔、碳路子，而且还有很多东西他说，但是他没有详细的解释。压缩水塔难道是很小但储存很多的水吗？碳路子是帮我们先去探路的机器吗？有人问他氢能源在未来会应用在车上吗？他说不是主流，因为主要的未来的能源驱动呢还是电，所以电车呢在未来应该是普及的。有人问他有没有我们目前已知的事物后来被推翻了？他说有的，就是人类现在对大脑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后来呢全部都被推翻了。有人问他量子电脑真的会影响比特币的崩跌吗？他说是的。还有人问他说我们是不是快跟外星人见面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他的回答是你们其实已经见过了，只是呢被隐瞒了，没有告诉你们而已。那在未来可以看到人类和外星人合作吗？他说可以看到的。还有人问数位永生的费用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是让把人类的那个数位永生给提取出来。他说我们之间的价值观呢可能是存在偏差的。他说2245年呢与2025年光是通膨就差了7%亿多。如果要换算成现在的数位永生呢，一天的费用约为$2。他说，那有人问你现在除了神游到2025年还有去过哪一年呢？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越，因此感到非常新奇。那有人问他请问你可以带我去穿越吗？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你说过现在不是用合法的方式来穿越的，但我们很想看看未来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未来人就说呢，穿越到未来是比较容易的，但呢有质量的穿越呢会造成时空扭曲太大，就更容易被人发现了。类似呢他就说有一个时空管理局存在，你知道，如果随意的穿越的话是会被发现的。还有人问他全世界会再一次爆发传染病吗？类似于新冠病毒。他说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不止发生了一次，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有人问他你那个年代我们还会居住在地球吗？他说那个时候呢还是有一部分人是居住在地球的，也有一部分人呢已经去了火星或其他星球。那有人问他未来的歌曲的长度会超过1分钟。他说你们现在的音乐对我们来说太慢了，节奏越到未来呢他们所听的那个音乐的节奏就越快。还有人问他短视频流行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一直到下个50年呢都是主流。那请问之后会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使心理疾病被治疗吗？他说未来可以修正大脑的缺陷。也有人问说很好奇未来还有歌手，如果都是意识就没有生理上独特的声音了，或者是大家都可以唱得很好而没有音痴了。未来人说确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呢大家都可以唱得很好，但是呢还是有音乐家，因为人的创意是无限的。那有人问他2026年宜兰的龟山岛还存在吗？他说还在的。也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回到2025年呢？有没有去过更早的时候呢？例如耶稣的时代。他的回答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回到更早的过去呢？也许耶稣就是你自己了。还有人问他未来有按摩师这个职业吗？他说没有了。还有人问他说理论上你只要出来回答问题应该就会改变某个人的生死了吧？比如说原本相信7月5日预言的人可能不到5%，但是你确定了7月会发生大地震之后相信的人就多了，而这相信的多的这些人呢就会在7月呢去安全的地方避难，这样就改变了他们原本会死亡的过程呀。未来人也说是的，我有发现我确实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未来。还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记住这么多东西呢？这么多事件呢？未来人回答说他们那个年代是有资料库的，他可以随意的翻阅和查询的。还有人问他说你跟 KFK 认识吗？他说不认识。那你们现在需要睡觉吗？他说不需要。那以后需要读书吗？他说也不需要。还有人问他说未来的时代人们看川普是伟人还是小丑？他说是很有趣的人，但是呢这一代的台湾人应该不是很喜欢他的。也有人问他说亚洲台湾附近会有冲突吗？什么时候呢？他说没有武力冲突。还有人问他说你们的世界到那个年代有没有男女之分了？他说有性别，但是种类呢已经很多元化了。还有人问他26年到30年之间中国有进世界杯吗？还是说有一些球员去了欧洲联盟赛踢球了呢？他说都有的，也就是说这次世界杯中国会进哦。
他还说他是一个男生。还有人问他是如何确认人类的灵魂离开肉体后会转为数字意识存在，然后呢人为同一个灵魂。他说只要大脑皮质完整保存下来，我们都视为是人类的。还有人问他说，现在的占卜的技术到未来验证的时候有哪些是真的可信的？未来人说大部分的这个占卜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人们不懂背后真实的运作原理而已。而且他还说宗教的力量呢，在未来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讲的是繁体中文而不是英文？那繁体中文这门语言在未来还会存在吗？主流的语言又是什么呢？未来人说，讲什么语言对我来说没有差，我只是比较喜欢中文而已。还有人说，对你来说我们存在于过去，你似乎呢对于你所谓的过去在这个时空发生的事件感到不满意，又或是你设法想要改变什么，而你所做的事情呢会改变部分人的未来。这样做真的没有时空规则的问题吗？而未来人说呢，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还有人问他说，不是说意识创造现实吗？如果每一条故事都是一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你是如何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的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说法，人的一生一开始就被设定好了呢？他说他们的科学呢已经证实你可以轻易改变你的未来。有人问他，你那个时代还有人打电动吗？类似于 PS 之类的。未来人说，我有一台 PS7 当古董收藏了，还挺可爱的。还有人问他，那个时候 ChatGPT 会不会有脸有五官那种？未来人说有这样的 AI， 不过那个时候呢它不叫 ChatGPT 了。还有人问他说，你是哪里人呢？他说我的祖先呢是台湾人。有人问他，周杰伦今年会来台北开演唱会吗？他说不会。那有人问他未来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他说轮车、飞行器、飞机、列车。有人问他7月的大地震会对台湾有影响吗？他说影响不大。有人说温室效应，你那个时候的天空会让天气变得很可怕吗？他说你们会习惯的，而且我很喜欢你们现在的四季。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那个时候四季已经不分明了，比如说都是夏天或者都是冬天。也有人问他，恐龙有机会像侏罗纪电影一样被人复活吗？与人类共存吗？他说有的。之前有未来人说在2026年的时候富士山还没有爆发，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还有人问他，未来50年内台湾或者是日本会有现象级的漫画家出现吗？有的话他叫什么？他说没有。有人还问他，未来的房子还会像现在一样很昂贵吗？未来人回答说，到他们那个年代呢，居住的空间是很廉价很便宜的。还有人问他，台积电的股票最高有到几块钱的？他回答说2043年的时候呢有到5600块。有人问他目前几岁呢？他说他是23。还有人问他，特斯拉5年内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吗？他说不会。有人问他，碧昂斯会来台湾开演唱会吗？他说不会。最后真的会少子化吗？他的回答是，生育呢不是必要了，到了他们那个年代，因为人都可以数位永生了嘛。有人问他，佛学在2245年会有什么新的见解呢？他说人类呢到了那个年代信仰已经改变了。有人问他2025年会有金融海啸吗？他说没有。他说在2025年呢，文字是艺术创作的工具，而神的概念在他们那个年代呢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寄托。有人问他，在你的时间轴人类用哪种语言呢？他说那个时候人类已经不需要语言了。还有人问他，未来的人类都可以跟你一样回到过去和现在吗？他说基本上有钱都可以。有人问他，你是用记忆回答还是用什么搜索引擎呢？他说我们不需要学习，意识呢本身在我们那个年代已经自动连接网络了，所以你只要想它就会出现。还有人问他，世界会爆发核战争吗？他说不会。如果爆发的话，它又怎么会存在呢？那么这位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呢，在 Tweet 上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言论，其真假与否呢，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了。但他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呢，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充满想象力的窗户，引发了我们对时间、意识和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